庆真的是那种长得好看、性格又很稳定的女孩子。奶爸把她爱吃的笋笋和胡萝卜都放在了这个圆形跑步机的顶上，国庆站在上面，双手扶着旁边的把手，在上面就这么人模人样的跑起来了。但不管国庆怎么跑，都还是在原地，感觉国庆都快把腿跑断了，还是怎么都够不到。但即便是这样，累得气喘吁吁的国庆非但没有生气暴躁，还冲着游客笑眯眯的。不得不说，这姑娘的性格是真的好，不急不躁，还很有耐心。从国庆生日那天得了这个跑步机，国庆就一直想征服它。虽然期间因为重心不稳还来了个头纱，但国庆也都一直没有放弃。上次的哈哈镜玩具也是，刚开始时国庆是害怕的，都不敢看镜子里的自己。奶爸还故意把胡萝卜别在镜子上，国庆试探了好久，也是鼓足了勇气才敢上前把胡萝卜取出来。但是也就短短几天后，国庆就可以大大方方对着镜子坐下了，还会和镜子里的自己玩耍。感觉国庆现在的性格和梅青妈妈也有很大的关系。梅青虽然平时很暴躁，但她把所有的温柔都给了小国庆。她不仅不会拒绝看起来比自己还要大只的国庆喝奶，她有时候还会帮国庆挡着，避免游客笑话国庆，甚至在国庆3岁多时还在帮国庆排便。梅青真的是把国庆捧在了心尖尖上了。可能也正是因为梅青的这份宠爱，让国庆的内心很充裕，也很有安全感，所以小姑娘干啥都是乐呵呵的，让人一眼看上去就是阳光明媚的感觉。到时隔4年，双双和兰香再度重逢的画面，才知道他们之间的感情远比我们想象的更加的深厚。这天是双双率先认出了隔壁的妈妈，一直趴在交流窗口看向正在吃串串的兰香。当时兰香也只是好奇的回头打量了一下隔壁这个偷看她的小孩，还是自顾自的吃着，并没有靠近。虽然平时的双双都很霸总气质，但她这次真的显得好乖。不知道双双等了多久，兰香才慢慢的走向了交流窗的方向。在母子俩对视的那一刻，他们应该就已经认出了对方。母子俩互相嗅闻着彼此的气味，也都在尽量的靠近。此刻他们或许在倾诉着对彼此的思念，可能是久别重逢太过激动。没过一会儿，双双便走开了，趴在交流窗旁边的草地上独自 emo。也不知道此刻的双总是不是在哭鼻涕，而兰香则是一直守在交流窗前。虫虫发现了哥哥的不对劲，跑过来让哥哥背背，但双双很显然并没有心情和弟弟打闹。虫虫见状便爬到木桥上独自玩耍了。而此刻的双双好像想到了什么，再次回到了交流窗口前，空出了他的右半边，还示意妈妈看向虫虫所在的方向，似乎是在告诉妈妈那个就是弟弟。他平时有些调皮和贪玩，看得出双双的情感真的非常细腻了。最令人想不到的是，第二天双双真的把虫虫带到窗口前，他们还打包了笋笋过来，一边吃一边坐着等妈妈。但遗憾的是，兰香这次没有赴约。不过来日方长，他们现在住在隔壁，总能再相见。然而像这种母子间的久别重逢，在虫洞也不是第一次上演了。嘉月月回到虫洞刚展出时，元芳就把他安排在二顺的隔壁。第一次看到二顺的嘉月月直接愣在了原地，他当时估计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时隔5、6年还能再次见到自己的妈妈。所以当二顺也认出他过来贴贴时，本来在树上玩耍的月月飞速下树，跑到二顺妈妈的面前，开心的手舞足蹈，感觉此刻他的喜悦都快溢出屏幕了。二顺坐在玻璃墙边吃饭，嘉月月也要坐在地面看着。平时母女俩也会坐在交流窗前，一聊就是好久。虫洞的这些暖心操作也是真的很圈粉。呈给可可爱爱的吊绳玩具上难度了。前2天于爱带绳上树，化解吊绳取果果的难题。事后于可又把麻绳缠绕到高高的树上，反给奶橙制作了丰容。兄妹俩的操作不仅让虫洞天团一脸的懵，也成功的惊呆了一众网友。饲养员们给可可爱爱制造的这个难题，非但没有难住兄妹俩，还被他们成功摆了一道。于是网友纷纷喊话，让奶橙赶紧学习，要不然虫洞丰容更新的速度就赶不上兄妹俩破解的速度了。奶橙也是听劝的，这不第2天一早就给吊绳丰容改造成了 Plus 版本，在吊绳上增加了很多的竹筒，以此来增加吊绳的重量。另外奶橙也减少了吊绳的长度，但这些都难不倒于爱，同样可以叼着绳子爬上树，悠哉地躺在树上，把吊绳上的果果全部都收入囊中。于可则是用嘴咬着绳子转了几圈，给大家表演了一波旋转芭蕾，顺便再转掉几根果果。于可于爱的丰容虽然简单，但是感觉都很益智，一根麻绳就能有很多种玩法，而且感觉每一件都很适合于可于爱。2个小家伙精力旺盛，又善于用脑，每一次他们的操作都能刷新大家对大熊猫智商的认知，这就不得不给奶橙加鸡腿了。这几天2个小家伙的状态也很饱满，单看于爱摇头晃脑的跑出来，都能被他的快乐所感染。
于可能是为了给不远千里赶来看他们的粉丝增加节目，最近总是喜欢偷袭妹妹。于爱坐在小课桌上，正准备吃美味的笋笋，就被飞速冲来的哥哥撞翻在地。于爱一脸的懵，一副我是谁，我在哪里的表情，猪里猪气的模样真的太可爱了。这也告诉了爱姐出来混迟早要还的。当时于好不容易才从沟里爬上来，就被飞奔而来的于爱又撞进了沟里。不仅如此，他还冲着哥哥嘚瑟的兔子跳。从小就看兄妹俩打打闹闹，一转眼已经是2岁多的小熊熊了。不得不说，这个国庆假期虫洞真的赢麻了。于爱巧妙化解吊绳难题，兄妹俩的聪明冲上热搜，再加上新鲜出炉的齐三妹的软萌可爱也冲上了热搜。这个假期的虫洞妥妥的霸占了热搜榜呀！齐三妹长得真的太好看了，看起来软绵绵糯叽叽的。虽然她和小五哥哥小时候很像，但又没有小五的憨气，给人一眼看上去就是女孩子的感觉。小年纪的齐三妹就会十分标准的一字马了。而且齐三妹不仅和小五哥哥长得像，也是小年纪就只想回家。墩外公把她抱出来晒太阳，她就孤勇着想回家，但每次都是孤勇半天，刚爬出垫子就被墩外公抱回去了。这就不禁让人想起小五小时候出来晒太阳的场景，总是喜欢迈着模特步，屁股一扭一扭的走回家。齐三妹被抱出来晒太阳时，好奇女侠总是不放心，一直趴在门口看着。之前有一次好奇女侠独自出外场，就趴在窗户上往里看闺女，即便是她生日当天有美味的大蛋糕和好玩的雪，她也是只待了一会就喊奶橙开门，着急回家带孩子了。好奇妈妈真的很爱她的齐三妹，墩对这个亲外孙女也是宠爱的很。每次抱着齐三妹出来时，感觉扬起的嘴角压都压不住，大家也都纷纷评论说，墩奶爸再也不用四处打零工了，当年又是照顾于爱，又是照顾莽小五的，现在终于有了自己的亲外孙女了，再也不用哪里有活就往哪里搬了。而且墩照顾齐三妹时真的很细节，他会把垫子卷起，再伸手去抱齐三妹，这样就不会把齐三妹的垫子踩脏了。看到这一幕，小五不禁流下了伤心的眼泪。墩，你还记得大明湖畔的莽小五吗？当年你家好奇相亲回来，你就卷起铺盖毅然决然的走了，还是头也不回的那种。小五还为墩的离开难过了好几天呢。虫洞这样也挺好的，每年都有新鲜的宝宝出生，明年应该就轮到梁月、于贝和佳月了吧？不知道他们哪一个会先传来好消息呢？齐三妹长得真的太好看了，看起来软绵绵糯叽叽的。虽然她和小五哥哥小时候很像，但又没有小五的憨气，给人一眼看上去就是女孩子的感觉。小年纪的齐三妹就会十分标准的一字马了。而且齐三妹不仅和小五哥哥长得像，也是小年纪就只想回家。墩外公把她抱出来晒太阳，她就孤勇着想回家，但每次都是孤勇半天，刚爬出垫子就被墩外公抱回去了。这就不禁让人想起小五小时候出来晒太阳的场景，总是喜欢迈着模特步，屁股一扭一扭的走回家。齐三妹被抱出来晒太阳时，好奇女侠总是不放心，一直趴在门口看着。之前有一次好奇女侠独自出外场，就趴在窗户上往里看闺女，即便是她生日当天有美味的大蛋糕和好玩的雪，她也是只待了一会就喊奶橙开门，着急回家带孩子了。好奇妈妈真的很爱她的齐三妹，墩对这个亲外孙女也是宠爱的很。每次抱着齐三妹出来时，感觉扬起的嘴角压都压不住，